这是什么味道？此乃宫中新调安息香，你喜欢怎样的气味儿，只管说来。日后你在宫中学习，可在此处小憩。皇后特意将此处收拾出来，就为了给臣女武器用的。这也太浪费了吧！女儿家要娇养，你离家来到宫中，在余座下学习规矩，本就委屈你了。若不能令你安心无忧，岂不是对不起日夜挂念你的父母吗？你瞧瞧，还需要添置何物，只管说来。哦，对了，我听子慎说，你喜欢琢磨工匠图纸，一命宅媪在此处安放了一条长案，专门让你用来画图纸用的。皇后，其实在家我阿母也不曾这么对我，所以皇后不必劳烦这些的。你阿母是上过战场的女将军，杀伐果断，教导孩子难免严厉些。我方才在圣上面前告了你外甥女的状，皇后不怪我吗？不怪。是因为我是林将军的未来心腹，所以你爱屋及乌？也不全然是。能让子慎心仪的女人，与自然心怀好奇与喜爱，又听闻你幼时生存不易，如今还能如此乖巧懂事，于从心底越发想对你好些，再好些。我何时乖巧懂事过？方才告了王林的状，估计已经给皇后惹了天大的麻烦了。灵儿自有乾安王府母族撑腰，自幼所受委屈和轻慢并不多，而你则不同。你自幼不在父母身边长大，受尽大母婶娘搓磨，余也曾身处一模一样的境地，深知生存不易，难免会怜惜你，偏爱你。就算是有些许的言语无状，也不觉得被冒犯。你可懂于偏疼你的心？谢谢皇后，受伤懂了。今日你告了王林一状，不只是为了摆脱他的纠缠吧？你分明就是在试皇后与圣上究竟待你如何，投石问路罢了。我日后是要在皇后手下讨生活的，若是不知己知彼，如何才能百战不殆？那你可看清楚了皇后的脾性？皇后当真是个极好极好的人，哪怕她告知我，是因同情我幼时遭遇才会偏心于我，可我一点也不觉得难看。你可知那种被人偏爱的滋味？可皇后尚不知我人品，就对我如此照讽。皇后心可真软。有时心肠过软，并非是好事。为何这么说？日后，你若是想知道皇后与圣上的脾性，大可直接问我，不要拿自己冒险了。可我也要让他们趁机知道我是个怎样的人。我生平最不喜欢风来随风倒、雨落顺水流之人。
哪怕是死在奋力搏杀之中，我也不想坐以待毙、束手无策。那你可有听说关于我的故事？我就是在长秋宫里长大的。所以呢？你真的想知晓我是个怎样的人吗？你是个怎样的人？随我来。哎，你的腿！
你怎么如此模样？莫非圣上因你害得凌不疑坠马，要抄我们城市啊？那咱们是不是要赶紧收拾细软，连夜奔逃啊？圣上才没有怪罪我呢。那你怎么一副受惊模样，还脸红脖子粗的？你说我脸红也就罢了，你说一个小女娘脖子粗，脖子粗算哪门子事儿啊？我是因为明日要进宫去学规矩了，心中难免有些紧张罢了。你明日开始要进宫学规矩了，太好了。我是说，太不幸了。每日临训不着家，也太惨了。你且多保重，我先去睡了。又作甚？慈兄，你可曾被人亲过？你问这个做什么？你可是真……不能说，听到没？我当然不会说了。可是你也知道，哎，咦，可是要瞒住阿父阿母也并非易事。这阿母目光如炬，要是让他知道，不想死就不能说。对，说了必死无疑。你不漏，我不漏。好妹妹，兄弟，够义气。慈兄，你可曾被人亲过？他为何要捂嘴？谁能看得更清楚？看我眼中那颗最亮的星，那便是你。女公子，这都辰时了，还不起呢？女公子赶紧起了。
女公子，快些起！林将军的马车已在外道候着了。今日你要进宫，恭皇后学规矩，可不能迟了。女公子，起来啦！女公子但凡学功课，夜间必定睡不好，幸亏奴婢早有准备。莲芳，你现在倒是越来越细致了。你更是怕我早起没有用饭，怕我饿着肚子去学习，为啥这些，对不对？不，这些是用来给女公子补脑的，不然天黑了也回不来呀。阿兄，为何我们要起这么早呀？昨夜少主公顶着月光溜达半宿，我一直跟在身边不能睡，太困。这不是少主公第一次亲小女藤吗？兴奋，你将来也一样。我为了偷懒睡懒觉，我可以一辈子不亲小女娘。那你可别做梦了，将来咱们都得早起。啊？为什么？因为有人放心不下他家心腹啊。救命！这种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礼，履也，所以是神至福也。以色公仪正，以使各得其序也。故有拜与荣，称以为仪，礼之备矣。女公子，起来啦！损豫章以剖之，从法度以成之。乘法度以从之。鞭，竹豆也，食以早食粟。以早。这是你临摹错的几个字，我帮你圈出来了。错这么多？你幼时从未学过书写，如今急急在学，自然比常人吃力许多。错了再写便是。程昱每每看到这些圣人典籍，便忍不住要昏昏欲睡。
典籍中的好些道理，本就不是你这个年龄能够通达的。你不懂，学来自然无什么乐趣。有些书啊，是读给别人看的，真对咱们有用吗？也不是。所以，那些小女娘们常凭这些讽刺臣女，说臣女无能，其实也不全是臣女的问题，对吗？这个9连环，我至今都没有解出来。我会的。开了。浩浩，这是我设计的机关。我善诗文典籍，你善机关之术。看，这是我造的。每个人都有自身擅长之事。这是我做的一个伞舞。别人不会的，你会；别人会的，我慢慢教你，你不日也会。咦，卧冠之气。咦，卧冠之气。你不必自卑，大可昂起头自处。你比他们差在何处？我不只会机关之术，臣女还会别的。皇后可想知道？哎呦，程娘子！哎呀，程娘子，你太荒唐了，怎敢在皇后身上踩踏呢？我在给皇后开背呢。皇后说她腰背不适，此方法可以放松筋骨，让其不是拧在一处。您问皇后可有好些？确实松快许多。想不到少商君还有此等本事。放轻松，少商妹妹，改日也教教我，我也学上一学。洛娘子学来可是为了嫁去西北服侍夫君用。翟敖可别取笑我，倘若可以，我真想和程娘子一样，留在皇后身边服侍她，好过远嫁西北与家人分离。说起来，我真羡慕程娘子有这般的好运气。洛娘子还是第一个说我运气好之人。程娘子能嫁与凌将军这般的少年英雄，不知道羡煞全都城多少女娘。其实洛娘子也不必自怜，贾家在西北也是世家大户，你嫁过去便是当家女君，日子不会差的。殿外是谁在喧哗？一听就是文修君，不知为何而来。哪个文修君？皇后的从表妹文修君，就是你告的王娘子的母亲。那她岂不是来兴师问罪的？你若在朝为臣，定是个佞臣。我不过是实话实说罢了。宫廷禁地，非命召见。他这人怎么说来便来了，这简直就是罪加一等。好大的口气！你就是那程家娘子吧？哼，生的容貌倒是好，就是靠这姿色诱惑子胜的吧？哎呀，你这小女娘，进长秋宫才几日，却把皇后这一套拒人门外的做派学得好好的。少商，
此处的摆设可真是冷清简陋，看来姨母待你也不过如此。我幼时住在宫里，用的可是清一色的描金漆器，铺的是鲛绡锦缎，点的香是凤溪骨，饮的是……这杯子是子胜特意派人送来的，不烫手吧？细陶所制，当然比漆器更好，自然不会烫手。哼。啊，还有这个坐垫，也是子胜送来的，他怕我整日跪着学习，双膝受损，特意送了个更软和的过来。这跟家中的还是一模一样呢，用着也是习惯。楚少商，少一口一个子胜叫，你不过就是找了个好郎婿，用得着得意成这般？自然是要得意的，我若不得意，你与你家阿母怎会如此气得牙痒痒？你不要脸！王娘子，说了你可能会不信，但其实我是喜欢你的。哼，你再是好也晚了。因为你蠢，我喜欢，是因为你够蠢，你一开口就能让人抓着把柄。自我头一次在自家见你，我就觉得你应该学会一件事情，就是闭嘴。身上向来厉行节俭，皇后的寝宫我又不是不曾见过，何来你口中的描金漆器、鲛绡锦缎？你睁眼睛说什么大瞎话？你真不怕身上治你一个生活糜费之罪？那些原本就是旧王宫里的陈设，不曾用到国陶。说半天不是你的呀，我懒得跟你废话，赶紧出去。谁说不是我的？你可知我乾安王族生活用度，本应比这皇宫要更加富足。我外大父乃文氏先祖，前朝重臣，自祖辈起就富甲天下，屯兵过万。皇上本与岳飞青梅竹马，是为了与我外大父联合，才娶了寄养在他家中的皇后。只可惜，自从孤城一战，我外大父过世，我家族才一落千丈，才成了如今这般过气的王族。你倒是护着这个陈家娘子，我一来你就让她避开，怎么？是怕我为了灵儿的事收拾她？也不知道你看中这个陈家娘子哪里？不学无术，粗鄙不堪。哎呀，有些女人也真是悲哀呀。夫君无爱，儿子无能，儿媳无良，生个女娘还处处无德，只能把自己这一腔的慈爱用在个外人身上。妹妹是心中有怨气，所以特意跑来羞辱于吗？我可没有怨气，也并非为了王家人来寻你的麻烦。我今日是为了我阿弟小乾安王而来。我幼弟前日留书给我，说是寿春生活清苦，想在蜀地筑些钱花。我们乾安王一脉为了身上当年的基业，死的就只剩下这么一根独苗了。这些个小事，我想皇后也不会不答应的啊。朝堂之事，余向来是不过问的。妹妹找错人了。什么不过问？你可记得当年我们乾王一族对你的恩典吗？你阿父死了，是我家收养的你。妹妹慎言。什么慎言？你才慎言呢！我以前不跟你计较，你还真以为身为一国之母就这么厉害吗？薛沈安，你以为自己如今成了皇后，便可以对我不屑一顾吗？昭，发生何事？皇后与文秀君有些争执，皇后吩咐关闭殿门，任何人不得入内。怪不得人个个称赞你温良恭俭，我呸！就该让他们都来看看你如今这副忘恩负义的嘴脸。当年你们母女姐弟依附在我家生活，我待你不薄啊，好吃的好穿的我都分你一半。
我阿父还把你当做亲生女儿一样看待，连选郎婿都给你挑最好的，位至帝王，这你都忘了吗？舅父待我们的深恩厚德，与永世不敢忘。可是我阿父他死了，他死了，家将不取，死的死，散的散。他生前势力如山崩塌，我也只剩下一个幼弟，还被圣上立做个活招牌。现在活着，就只比死人多一口气，为的就是不让世人说圣上是个寡言恩情之人。纯娘子，还有你，你也是个忘恩负义之人。阿嬷，阿嬷，少少，你的手受伤了，快让孙医官过来看看。别装模作样了，皇后要请医官是吧？好啊，不妨打开殿门，喊给所有的人听听，让宫闱人人看看这一宫之主到底藏匿着多少肮脏事。你是真不知道皇后为什么要紧闭殿门，不让所有人进来吗？少少，你以为皇后是怕你，她是护着你，让你刚才说的那些风言风语有半句流露出去，你与你的子女能得善终吗？区区一死，难道我文修君会怕吗？你不怕死，你来什么长秋宫？你只管去找圣上，去理论，去寻死，何必来为难我家皇后？好个牙尖嘴利的小女人，果然是那庶子重义的货色。你们的心倒往一处使，我并不怕死，圣上也不会让我死。我只是想来看看，咱们尊贵的皇后是否忘记了无父的恩情？施恩不图回报，连我这种粗鄙小人都明白的道理，文修君竟然不知。也不知道当初乾安老王爷救助妹妹一家的时候，可曾想过日后要回报？这乾安老王爷也真是的，为何不让自己的亲生女儿嫁给圣上？哦，也对，当时也无法预料谁会君临天下，自然不能将亲生女儿嫁给圣上。你居然敢嘲讽于我！少商不得无礼。不是这样的，我外大夫与圣上是同宗。原来如此，所以你与圣上是同个大夫的堂兄妹，你自然是不能成婚。不是乾安老王爷偏爱皇后，而是因为你嫁不了圣上，才将皇后嫁给圣上。此事，皇后一点都没欠你。雪晨，你就这么看着他，如此的嘲讽我？不要再次为难我家皇后。话是我说的，若你觉得我说了实话冒犯到了你，那实为大错。我这个人粗鄙不堪，整个都城都是知道的。文修君大人有大量，不要与我这种小人一般见识。陈少商，你以为你是何人？就连你的夫君，他也不过是个被休妻的疯癫之妇所生。哼，虽然自幼在宫中教养，他还当他自己是真皇子啊。子胜的功绩荣耀，那是在战场上凭真刀真枪自己得来的，并非是圣上的偏爱。总比某些人好，抱着老乾安王的功绩不放，在长秋宫里撒野。大胆！你不过是个才进宫聆训几日的小女娘，宫中的规矩一知半解，还竟敢来指教我。今日我就让你领教领教宫中规矩守条。何为天家尊贵？何为庶民卑贱？住手！薛神安，我阿弟要铸币权你不给，我要教训这个蠢婢，你也拦着。我早就知道你就是个忘恩负义、尚无抽屉之人。哎，你够了！陛下，请恕妾未曾远迎之罪。不必多礼。你有没有事？适才听闻，文秋君口口声声地提醒皇后，莫要忘了乾安老王爷的恩情。可有此事啊？怎么，宣家姑父早亡，我阿父抚恤寡居的姑母，养育其儿女，莫非这些恩德，我连说都不能吗？姻亲之间，恩情要如何才能算亲？早在最初，
文修君祖父曾历大难，在那时候，全赖宣氏全族鼎力相助，才得以迈过生死难关。此后，乾安老王爷在战乱中护助宣氏，此恩也是报恩。这一来二往，难道文修君要一提再提吗？陛下，我阿父当年为救孤城捐躯，却有兄弟姐妹几十人四处离散，只剩下最后一个幼弟。今日我是来求皇后照拂一二，难道这也有错吗？如果你有事要走，为何不曾让车骑大将军在朝堂之上提奏啊？哼，你选在长秋宫为难皇后，你就是知道皇后会一再的容忍宽宥你。今日你对皇后不敬，言行逾矩，不失礼数，该当何罪啊？陛下，妾身体不适，今日就到此为止吧。不行，止不了，让他说。朕看文修君呀，今天是意犹未尽啊。文修君可选，是留在此处，听候圣上处罚，还是随在下听命出宫？帝后当真没白养你，没见过如你这般有眼色的走狗。还有你那心腹也好得很，处处维护皇后，连自己的性命都不顾。我夫妇二人自然不如文修君，儿女身家的性命，在文修君此处，皆不如小乾安王过得安稳重要。老王爷才当真是没白养你。如你这般不懂父母恩情之人，一向冷心冷情，自然无法理解我的作为。当年若非圣上下令我父驰援孤城，他怎会大节未至便身死？文修君可知，当年老乾安王为何未捷身死？自然知晓。当年小月侯先我父一步，安排人去查探瘴气之事。查探瘴气之人丧生之后，小月侯便告知我父。可惜，我阿父还是想救孤城，冒着风险，带着一队人进了瘴气，最后失去了性命。这都是为了救你舅父，我阿父才孤独惨死在荒南。若我阿父还在，这天下鹿死谁手，还未尝可知呢。文修君，此事怕是另有隐情。我劝你悬崖勒马，莫被人挑唆了去。你此话何意？小月侯与宣氏向来不和，他所言未必属实，你又何必深信不疑？还有，这些年来圣上对小乾安王已经仁至义尽，他手握铜矿，定然衣食无忧。我劝你好自为之，莫要偏听偏信。小月侯当年因不满圣上娶皇后，一直视老乾安王为眼中刺，怎会那般好心替他探路？他巴不得宣氏一族全部死光，岳飞就可做后卫。盯死小月侯，继续查。是。我倒是何人被长秋宫撵出来了？原是文修君啊！皇后最是宽厚仁慈，今日怎会不容你这个昔日表姊妹，令得文修君如此羞恼离开呢？我们文宣两家之事，就不劳公主费心了。听闻文修君是为受春矿铸币事来求皇后的，怎么乾安小王已无米下锅吗？
也不知自己几斤几两，还妄想要铸币之权，穷疯了吗？我刚才说过了，不劳三公主费心。三公主，你还是管好自己吧。